一个男人诊出了喜脉，荒唐！怎么可能？陈先生，你莫不是老眼昏花了？阁主明鉴，老朽行医数十年，断不会连喜脉都诊错。我曾听闻江湖中有种药物能改变体质，据说最近便是在试验药效，或许这暗卫便是……是药，暗卫绝不允许别人近身，能进这暗卫身的，只可能是我自己。先看诊，让人醒过来。是。属下失仪，玷污卧榻，请主人责罚。陈先生，告诉他，他的身体究竟怎么了？造孽！暗卫大人，老夫使才为您诊脉，您有喜了。因劳累外伤，胎相不稳定，才会导致晕厥。先生，这怎么可能？暗卫大人，老夫不敢胡言。属下会自行了断，绝不玷污主人血脉，请主放心。一个不该存在的意外，抹去便是。但他是暗卫中实力最强的，为此丧命不值。本以为自己此生不会有孩儿了，如今这番，起来，本君的孩儿还轮不到你来决定生死。苏之一，听清楚了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你动他分毫。若敢擅自做什么，你知道后果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开最好的安胎药，熬好了送过来。是，老朽这就去，必定用最好的药材稳住胎相。苏之一，刚才我的话听清楚了没有？是，属下遵命。滚下去，安胎药好了，会有人给你送去。主人先前命我去刑堂领30鞭，并未收回成命，那么便须先去受罚。麻烦，真是天大的麻烦！我怎么就一时冲动说出了留下孩子的话？若这孩子生下后是男孩，便是我苏无度的长子。可我尚未与赵弦月成婚，就先有了长子，于赵长老那边平添了许多变数。无度，冒昧再来打扰，关于雪莲子，不知可有消息了？弦月放心，我已安排最得力的人手前去取药了。只是那东西生长之地险峻，采摘需费些周章，还需稍待几日。有劳你费心，多谢。无度哥哥，你好久都没陪我去赏花灯了，今晚陪陪我呗。弦月，阁中最近事务繁忙，赏花灯还得推些时日。哼，讨厌，无度哥哥都不陪我玩。来人，将此信速速送到碧霄阁，交给他们阁主叶无月。碧霄阁以炼制奇药灵丹著称，大概率有此物库存。师傅不好了，那个暗卫他流了好多血，倒在地上。快去禀报阁主！公子，苏之一他已经领了鞭刑了。是了，之前似乎是下令让苏之一去领鞭刑，当时竟忘了收回这道命令。那个蠢货，那个死心眼的木头！躺着。暗卫大人，你现在胎相极为不稳，切记要卧床静养，不可再动武，不可再受伤，饮食也需饮食。
我要像妇人一样生产，难道是真的吗？可以前可没有过男子生产的案例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主人，昨晚丑时有刺客潜入无度居，被知妻当场擒获，随后执一便去拷问了。十一昨晚去审问刺客了，现在呢？阁主，我今日去给十一大人送药，发现他不在房内。主人来此，有何吩咐？抬起头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敬仰？这刺客需尽快审问。他昨夜潜入无度居，身上带着毒烟和解药，背后跟本阁主过来。那人马上就要开口了。你要违抗命令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滚去熬药！是。去那边坐着。属下失职。谁让你跪了？坐到那边石凳上去，这是命令。把面具摘了。那一晚，在傍山山下的客栈。是属下。那夜属下护主不力，致使主人身陷险境，最终冒犯了主人尊体，罪该万死，请主人责罚。坐下，一起用膳。属下不敢，岂可与主人同席？这也是命令。坐下。吃饭，难道还要人喂不成？你去哪儿？属下回石室。不必，今夜你便睡在那榻上。主人，这与规矩不合。与规矩不合？苏之意，暗卫怀上小主子，这合规矩吗？躺上去，这也是命令。你需要休息，确保这小东西无恙。快坐下！哎呀，这脉象浮华紊乱，你是不是又去打架了？跟你说了多少次，务必静养静养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你这情况现在经不起这般折腾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如何向阁主交代？务必静养。恭迎主人，起来。怎么还在喝药？之前陈先生不是说你胎相已稳？前几日练武，不慎又动了胎气。练武？陈先生没告诉你需要静养吗？主人，属下武功退步，日后是否还能继续做暗卫？本座的暗卫只论是否有用。你怀着我的小种子，于我来说还有用，你就继续做暗卫。出来，坐下，吃饭。本阁主只是不想亏待了自己的血脉，你最好识趣点。把这些吃了。把壳剥掉再吃。主人，属下不会剥虾。
现在会了吗？怎么回事？腹痛，去请陈大夫过来。主人，行了，别说话了，大夫一会儿就来。阁主，他是不是误食了什么东西，引发了宫缩，动了胎气呀？那碟醉虾的确要用到不少上等的好酒来烹饪。老朽这就去熬药，切记生冷、寒凉、活血之物以及酒，日后万万不可再碰了。陈大夫方才说的，你可记住了？属下记下了。留活口。属下无能，未能察觉其口中藏毒，请主人责罚。回去自去领罚。起来吧。又是蜃楼的手笔，他们为何能提前在此设伏？阁中一定有了内鬼，烟雨阁内部早已被蜃楼渗透。看来此番林州之行，注定不会平静了。几位客官可是要住店3间上房。好嘞，二福，快去安排3间上房。客官，是否需要一些酒菜热水？还有1个多月便要生了，大夫说是个女孩呢。之一，留下。身体可有不适？回主人，无碍。孩子几个月了？2个半月。苏大阁主真是稀客，什么风把你吹到这林州城来了？李兄，别来无恙。途经此地，想起故人，特来犒扰一杯水酒。李兄久居林州，消息灵通，不知可曾听说过一个叫蜃楼的组织？蜃楼，难怪苏阁主屈尊至此。这势力战2年骤然现世，行踪诡秘，暗通海外，专做阴司勾当。难不成他们得罪了你？有些旧账或许与他们有关。李兄可知他们在林州的具体据点，或是与城中哪些势力有所往来？不好定论。码头漕运常有他们踪迹，传言还与四海商会新任会长往来甚密。多谢李兄告知，举手之劳。只是蜃楼势力莫测，苏兄追查千万当心，需不需要小弟不必，私事一桩，不劳李兄费心。今日只叙旧，不谈此事了。咱们下次再聚，到时候请你去醉仙楼听曲儿。好。出来吧，陪我走一段。之一，属下在。你可曾怨恨我？那夜之事非你所愿，如今又强令你留下这孩子，你可觉得委屈？属下不敢，为主人分忧是属下职责所在，属下并无委屈，更不敢有怨。起来吧。是。四海商会今日傍晚将有一批货船离港，驶往海外。想办法混上那艘货船，我和之一、之三晚上一起上船，你留在这里接应。是。尝尝这个。谢主人。拿着。主人，一切安排妥当，你们从码头西侧第3站潮上船，混入搬运宫中即可。走。就是所谓的嘛。哎呀。
分散探查，注隐蔽，2刻钟后与此会合。是。这艘船戒备远比普通商船严密。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货船，而是蜃楼转移巨额财富的工具。什么人？早就觉得你不对劲，果然是奸细！给我拿下，格杀勿论！撤！跳船！主人先走，快走！放下匕首，躺回去。属下冒犯。这位公子伤口颇深，万幸未伤及内脏，好生将养便无大碍。只是脉象显示胎气引动，须得静卧，按时服药，否则知道了，否则恐有风险。今日之事，若在外听到半点风声，小人明白，小人明白。小人今日只是出诊了一位感染风寒的病人，绝无其他。躺着，绝无其他。最近没有任务需要你做，养好你的伤和身体。似乎比之前大了一些。不准动，这是命令，就这样睡。去，再把今晚那个大夫带过来。是。属下去旁边的房间。我说了，别动。你这样能干什么？躺着。别废话，过来看。伤口感染引发的高热，他体质特殊，这才烧了起来。开方。他有孕在身，一般的药大多用不得，只能用温和的药材，会好得慢些。高热怕会反复。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，保得住人就行。小人明白，小人这就开方，用最稳妥的药材。倒些温水来，给他喂些水。属下自己来。多谢。之三，主人，今日你留下照看之一，他还有些发热，若有什么反复，去找大夫，要记得按时间。属下遵命。赵长老不必多礼，您身体可好些了？多亏阁主送来的雪莲子，老朽这条命才算捡回来。无度，你怎么来了？路过林州，顺道来看看赵长老。说起来，阁主与弦月的婚事不知何时定下日子。我接任阁主不过几年，根基尚需稳固，待日后一切步入正轨，必定尽快操办。要本阁主说多少遍？躺着。
四海商会新任会长周德安，背景很干净，与赵生有过几次公开往来，不算深交。身体可还有不适？回主人，已无大碍，属下会尽快恢复，不耽误任务。尽快？你后腰被人砍了一刀，肚子里还揣着一个，你倒是跟本阁主说说，怎么个尽快法？请主人责罚，属下立刻收拾干净。收拾一下。武士，吃不下就起来回去休息。是。上车，坐进来。是。躺下。属下不敢。让你躺就躺，伤须静养，不是让你练坐姿。主人，前方被落石和断木堵塞，似是人为。这里的人听着，留下钱财货物，爷爷们饶你们不死。他娘的，原来是个这么标致的小公子！兄弟们，今日财色双收啊！一个不留。躺着。几个不入流的山匪，你不必出手。主人已清理干净。本阁主何须你带兵护驾？你逞什么能？你敢动一下试试？再敢乱动，本阁主现在就废了你！烟雨阁不要这等不知轻重的暗卫，手拿开！在这里等着，我去找些水和吃的。你若再敢乱动，喝。你若病倒了，才是给本阁主添最大的麻烦。还能撑住吗？能。冷？有些。别动，这样暖和一些。属下来迟，请主人责罚。先上去再说。背他上去。可是动了胎气。这位公子的确是胎气大动，已有滑胎之象，需立刻施针，再服以汤药，或可有一线生机。7成把握。7成。是真。醒了，感觉如何？回主人，属下不疼了。苏之仪，你告诉本阁主，你可是不愿生下这个孩子，所以一次次这般不管不顾，把自己折腾成这样。
不是，属下不敢，属下从未有此念头。保护主人是属下本分。谅你不敢，既然无此念头，便安分修养，再出半点差错，绝不轻饶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坐下，让陈大夫再看看。阁主，知医他腹中怀的是双生子啊！此番受伤亏损，影响更大，日后必须加倍小心。知道了，开最好的药。既是双生，日后更需小心。从今日起，安卫轮值之事你不必参与了，安心在阁中养着。不急，东西还在别人手里，等着，等他们自己跳出来。陈大夫的药还算有用。阁主，知医他腹中怀的是双生子啊！阁主，知医多日未进食，再这样下去，怕要油尽灯枯。药没按时送，药食终是外物，暗卫愤犯，粗劣腥膻，他食之极呕。他吃不下，不会说吗？知医大人，这是阁主特意吩咐厨房为您准备的。主人，陈大夫的药还算有用。是。刚才是在动？是，以前从未有过。这段时日偶尔会动，但这次这样明显。主人，本阁主记得已免了你的轮值。是，但属下不敢懈怠练功。陈大夫如何叮嘱的？你这般叫静养。属下知错。错，为何明知故犯？属下不能废了功夫。烟雨阁还没到需要你这样子去拼杀的地步，就算为了他们，也安分些。是，属下明白了。日后练剑不得超过半个时辰，若再过量，后果自负。之3、之2、之4、之7，备马，过2日出发。是。主人此行未点属下，是觉得属下已不配做暗卫了吗？苏之一，你放肆了！暗卫向来警觉，如今门都开了，人却还在酣睡，怀孕竟能让一个刀尖上讨生活的人松弛到这般地步。苏之一，你放肆了！本阁主的决定何时需向你解释？看来是平日太过纵容，没了分寸。不敢。哼，安分待着，再让本阁主听到此类妄言，你这知一的名头就别要了。本阁主明日出远门，大约半月，知一那边由你亲自看护。只是那位有些时候太过执拗，老朽人微言轻。他若不听，你来回我。有意思。派人去寻。新郎官到处都找不到，我不是逃婚了？听说是为个清流官人，胡盟主硬拆散的。今日怕是人跑了，碧霄阁那边怕是不好交代。
犬子突发恶疾，婚事暂延，改日再办。年轻人身体要紧，盟主不必忧心。这满堂的虚情假意，反倒不如那道安静跪着的身影来得真挚。胡盟主，我女儿今日出嫁，新郎何在？这婚事怕是真的要黄了。阁主，碧霄阁叶阁主求见。请。苏阁主，深夜叨扰实在过意不去，只是有一件事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该当面与阁主商议。人情债终究是要还的。碧霄阁有批珍贵药材需经清风山押送南疆，那匪患猖獗，我想请苏阁主亲自走这一趟，旁人去我不安心。2月之后，苏某亲自带人前往。又要出远门了。知医那边如何？上医好全，胎相也稳，如今5个多月，胃口比从前好了。只是他近日思虑过重，气血郁结，心神不宁，孕中最忌讳忧思，对孩儿不好。知道了。暗卫向来警觉，如今门都开了，人却还在酣睡，怀孕竟能让一个刀尖上讨生活的人松弛到这般地步。属下不知主人驾临，惊扰主人，罪该万死。起来，过来。近日胎相如何？回主人，小主子很好。陈大夫说胎相已稳，没有再动胎气。小主子，你倒是会叫。进前来。他们倒是安静。等你生产完，身体恢复之后，只要功夫没有下步，你就还是知医。属下谢主人不弃。再送一份过来。明日去找管事，重新量体裁衣，以后每月换一批。是。属下恭送主人。